16万美军家庭吃饭有困难。五角大楼说，面对通货膨胀，我也很受伤。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看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个报道，说这个美军现在有16万军人家庭正在饿肚子。一看这个文章我吓一跳，16万还是军人家庭在饿肚子，这不成饥荒了吗？出这么大事儿，那美军不哗变还等什么？然后赶紧找朋友帮我找原文，然后原文一看发现呢，事儿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翻译稍微夸张了一点。原文讲的是美军有16万低军衔的军人，他们的家庭呢，如果只依靠军人工资养活这么多孩子，吃饭可能真是要成问题。所以家属们要通过美国政府发放的补助的救助的那些食品券去换取食品，这样呢日子可以过下去。饿肚子虽然不至于，只不过吃的不会太丰盛。事情呢虽然没有想那么严重，但是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最近这波通货膨胀把美军也折腾得不轻。美国五角大楼现在有几个事儿呢是急着花钱的，一个是要给军人加薪，第二个呢是要采购新装备，第三个呢就是要继续搞科研，每年都是这三个大头最花钱。而这次大通胀就让每项工作的投入全都缩了水。上周美国政府表示，去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6.2%， 这是30多年来最高的涨幅。而正常情况下，美国军队还有公务人员工资和福利增长应该是要高于通货膨胀的速度。但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了2023财年，平民加薪大概也就只能到 4.6%。而五角大楼2020财年预算提案包括为文职还有这个军事人员加薪，只有 2.7%， 就这个 2.7% 的提案目前好像还没通过。至于说武器装备采购方面，还要看具体合同。如果说签合同的时候已经规定死了，这个装备的价格是卡死的，那还好说，通货膨胀带来成本增加，军火商自己承受。不过有些合同约定是军火商跟军方分摊成本，那好吧，不管是人力成本的增加还是原料成本增加，军方都必须跟着一起倒霉，一起承受。至于科研，拜登要求五角大楼的研发经费增加不能超过 1%， 在当前这个 6.2% 的通胀条件下，1%的增幅也就相当于是大幅度缩水，而且要持续好几年。美国这一轮通货膨胀呢，成因特别复杂，错综复杂，所以要解决起来真的挺麻烦。你看，又是超发货币、印钱放水，又是增加和中国的贸易战、增加税率，还有呢，就是托特朗普的福美国的疫情还打乱了美国的国内运输，商品现在是挤压在码头，大量货船在港口外排队等着卸货。而卸完的货，那些集装箱根本也运不走，因为大货车司机还在闹罢工。拜登也着急前几天呢，拜登打下个命令，让大货车司机们一天24小时工作，并且一周工作7天。然后呢，还计划着让国民警卫队去码头帮着运货，这些都被拒绝了。为什么？港口是什么地方？是码头工会的地盘。你现在让国民警卫队去拉货，那可就坏了工会的好事儿。工会这么大势力，肯定会跟你民主党没完的。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港口码头可以实现自动化无人操作，美国不行，因为这些个自动化设备不是造不了，而是一旦装备了，还会妨碍就业，码头的工会也要跟你拼命的。所以效率这么一低，大货车司机也没事干。现在去码头拉一车货得等6天，拉上货之后排队等卸货还得等8天。那么很多人干脆就选择失业好了，在家躺平，什么都不用干，每个月领救济领补贴，还有3800美元呢。但是呢，只要你工作了，有了工资就没有补贴，所以有收入的还不如这失业没收入的。这些问题都是五角大楼跟美军没法解决的。如果现在要求美军去打一仗，美军除了面对目前的经济问题，还要额外去申请战争经费，那就要看国会大老爷能给多少，肯不肯给了。反正呢，美军刚刚撤离阿富汗，也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花的冤枉钱实在太多。最近，美国国内有些经济学家批判了拜登政府，说拜登上台以后没有彻底废除特朗普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中国结束经济冲突，而且还要在货币上继续放水。
但是他们说起来轻巧啊，把他们放在拜登那个位置上，难道他们就有改变的勇气吗？所以想来想去，五角大楼目前面对的痛苦好像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法的。我们可以沿用以前国内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事儿属于体制问题，实在没辙。好，关于最有钱的美军现在为什么也要哭穷，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明天再说。